期望在未来的10年，或者说有朝一日，我们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第一个1000万美元是怎么积累到的。你觉得有可能吗？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太大。大家好，我是金鹿。大家好，我是文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两个爸爸养娃记。今天这期视频的灵感呢，来源于我很喜欢的一个 YouTuber 叫 Terry， 他有一个频道叫做 Hack Bear Terry。Terry 呢做了一个视频叫做我人生的第一桶100万美元。我觉得这个话题挺好的，所以我们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第一个100万是怎么积累到的。Terry 呢，他比较厉害，他是29岁就积累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美元。我们是什么时候到100万的呀？我们是到38岁的时候，而且是到了我们2个人家庭的资产到了100万美元。OK，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具体来说呢，我们会分3个部分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通过积累来获得了这第一个100万美元。那第2个部分呢，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100万美元的资产构成。然后第3个部分呢，就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感受和收获。然后最后呢，再简单的展望一下未来。那我们这第一个100万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OK， 那从我的角度呢，我就是从2008年开始研究生毕业开始工作，我觉得应该算是那个时候开始自己的资产的积累。那之前在上大学研究生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勤工助学，但那个时候就很少了，也没有积累下来，所以还是要从研究生毕业工作以后开始算起。那个时候是2008年，我26岁，研究生毕业开始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英特尔上班，是一家外企。那时候我很清晰的记得拿到那个 offer letter 上面写的就是说每个月的工资是8800块钱，一年呢刚好是10万出头，也是我非常理想的工作，我也非常开心。那拿到工资之后的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我的助学贷款还掉了。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家庭条件不好，所以说我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通过助学贷款来 cover 的。我记得大学4年我一共贷款了26600，然后大概工作几个月之后把这助学贷款还掉，我还是非常开心，然后感觉自己浑身轻松了。还完了自己的助学贷款之后，我的第2件事就是帮我爸妈还掉了他们的债务。在之前那个视频聊比特币的那个视频里面呢，我分享了自从我记事起，逢年过节我们家里面就有讨债的债主到我们家里。那我赚钱了以后，能够帮父母把他们欠的几万块钱的外债还清，让他们过上一个更加舒心舒服的生活，我也是觉得自己非常有成就感。那之后呢，我才能够是真正的开始做一些自己的资产的积累。那转眼呢，到了2013年，然后公司帮我从北京的办公室调到了美国的办公室，我开始在美国这边工作和生活。那个时候公司给我开的薪水呢，差不多有11万出头。我了解了一下，在同级别的工程师里面，这个薪水应该是有一点偏低，但是考虑到公司帮我办签证，帮我申请绿卡，我自己也算是满意了。再之后呢，我就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虽然没有跳槽，但是我也是一直努力工作，差不多每年都会有涨薪水。除了疫情的时候那有1年没有涨工资，然后也有升职的时候公司涨得更多一些，所以就可以继续的去积累我们的资产。那文武，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开始我是从去德国开始做博士后的那一年，大概是2011年，我才开始慢慢的有一些收入，因为之前读博士啊，那些收入都极少，基本上也没什么剩余的。读博士后以后呢，我记得第1年做博士后在德国，那个薪水是不怎么高的，不到2000一个月，2000欧元一个月，所以最终也有一点点积累，但是不多。后来去到英国以后呢，稍微多了一点，差不多1年有3万英镑左右，然后
也能多少能剩下一点，但是涨得也不算太多。然后到美国以后呢，美国的那个博士后的收入极低，基本上加起来也就只有最终拿到几千美金的样子。我记得这个钱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后来我们报税的时候，那一年都把那几千块钱给漏掉了，后来不得补上，还罚了一小部分钱来着。然后我真正开始有一定数量的积累，是因为我开始了圣地亚哥的这个 faculty 的工作。我刚开始的收入差不多也就10万美金左右的样子，这些年然后升职啊有一定的涨幅，但是总的来说涨幅不多，所以积累了是有一些，但跟金鹿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聊一下我们积累到的第一个100万美元这个资产构成是什么样子的。那这100万美元呢，大概由4部分组成，包括房子、养老金账户、股票基金账户以及现金。然后房子大概占35%，养老金账户呢大概占28%，然后股票基金呢占35%，现金占2%，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构成。那我们有什么经验和收获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就是努力的去提升自己，提高自己赚钱的能力。那我虽然没有怎么跳槽，但是也是努力的工作，然后努力的去获得升职加薪。然后文武呢也是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步的努力。那第2个方面呢，就是少消费，多攒钱，进行投资。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整个你的资产其实你要想增长呢，应该是基本就是一个指数型的增长，所以它的前期的积累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看巴菲特的他个人资产，其实他有99%以上的资产都是在他50岁之后获得的。但是你想让这个雪球真正的去滚起来，你前期的资产积累非常重要，你得搓成一个雪球，你才可能让它滚起来，完成日后的复利的积累。我们俩平时呢还是非常节省的，就除了一些非常必要的一些大额开销，比如说买房子、生孩子，那其他方面呢，我们就是能省则省。那我统计了一下我们过去几年的一些储蓄率，如果按照税前计算的话，差不多有50%到60%。那如果按税后算的话，其实有70%到80%的储蓄率。这么高啊？对啊，看来我们真的很省啊。我都没觉得，没意识到。之前我们也做了一期视频来分享我们的消费观，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那第3个方面呢，就是通过投资来让我们的资产逐渐的增加。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有几个点吧，我觉得我们做对了。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充分的利用养老金账户。养老金账户呢，它有2个选择，你可以放税前的往里面放钱，或者是税后的。因为我们2个人的这个边际的税率还是挺高的，所以我们选择放税前的，这样就能够省掉很多的税。我有自己的401k 的养老金账户，然后文武呢有2个养老金账户，一个是403b，还有一个是457。这3个账户呢，我们都把它存满了。那第2点呢，就是买房。我们买房是买的相对比较早的，因为我们总觉得租房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长期之计，再加上这些年呢，美国物价其实也一直在涨，房价也一直在涨。我们刚来圣地亚哥的时候，那个房租都是相当的贵的，虽然说比硅谷的那个房租要稍微便宜一点，但是也是相当的贵，在圣地亚哥这一块。所以我们租房呢，大概有4个月以后，我们所有的情况基本上都稳定下来以后，我们立马就买了房。因为那个时候房价虽然已经在涨了，但是因为是在新冠之前嘛，所以那个房价还是 reasonable 的。然后因为我们基本上算是买对了时间，那个税率也不是很高，房价呢也不算是最高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赶上了这个疫情之间这一波飞速房价上涨的时期，因此我们这个房子方面的资产呢也迅速的增加了。对，之后呢，我们因为那段时间呢利率在下降，我们也做了2、3次的这种重新贷款，就把我们的税率进一步的降低，就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30年定期的一个房贷。我觉得我们这个房贷的利率应该是历史最低，以后再想达到这么低的利率，基本上是可能性非常小了。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会购买很多的指数基金，就是股票的指数基金。
相当于来享受美国包括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来够从中分一杯羹。对，因为我其实一直都以为啊，或者说我一直都笃定，美国的经济和全世界的经济在未来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是会持续发展的。如果我们购买美国的指数基金或者全世界的这种指数经济的话呢，我们至少能够保证我们的资产不贬值，能够跟上大盘经济的发展。那时间久了以后，其实这种复利的增长的效果也还是会非常明显的。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在我们38岁的时候能够积累到我们的第一桶金，第一个100万美元。那100万美元，其实如果我们生活在美国中部的话，那可能就已经够退休了。但是在加州这个地方，这种物价很贵、房价很贵的地方，还是远远不够，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努力。期望在未来的10年，或者说有朝一日，我们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第一个1000万美元是怎么积累到的。你觉得有可能吗？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太大。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第一桶100万美元是如何积累到的。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这个积累的过程，那个100万的资产构成，以及我们的一些经验和收获。那我们做这期视频呢，其实也不是说想炫耀，主要是想梳理一下自己的想法，以后为我们日后的一些投资做出更好的投资和理财方面的决策。如果说我们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那我们会更加开心。OK， 那各位观众，你们的第一桶金是怎么积累到的呢？欢迎留言分享。好的，那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啦，拜拜。拜。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视频。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请您点赞。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欢迎订阅。这样 YouTube 算法就会把我们的视频和频道推荐给更多的观众。您的点赞和关注，我们全家都表示衷衷心的感感谢。耶！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